惜花纸，作者空流。藏拙15年，花纸原以为自己可以做一个最合格的世家千金安稳一辈子，可当花家大厦将倾，他不得不展露锋芒出面撑起这个风雨飘摇的家，抛头露脸是常态，打马飞奔也常有。过不去了，甚至带着弟妹背着棺材以绝户相逼，不好惹的名声传遍京城。他做好了家族一朝反目戳他刀子的心理建设，也做好了孤独终老的准备。独没想到会有人在出征前盔甲着身向他许终身。好稀奇，这世上竟然还有人敢娶她。第1章，清贵花家。正值盛夏，太阳才斜斜地挂在天边，便热得让人稍一动就一身的汗。占据花林巷半边巷子的花家一如往常般安静，丫鬟仆妇裙摆轻摇行走在各处，没有一点声音。小厮进进出出的忙活，再着急也只敢快步的走，一步不敢跑。花家百年清贵世家，规矩大，对下人要求出了名的严，但也因为花家素有清明，每年依旧有无数的人盼着花家收人。比起那些烟字是不知凡几的高门大户，花家只是规矩严一点，实在算不得什么。更何况花家的下人可是有机会识字的，可惜花家并不常买人进府。太阳渐渐升高，知了叫声加剧，无端让人心里更多出来几分燥热。南边的一座院落里，花家大姑娘花纸看书看得有点累了，放下书轻轻揉了揉眼睛，回头看向给她摇扇子的丫鬟，坐着不动也没那么热，你歇一歇。丫鬟抿着嘴笑，婢子不累。在一边做女工的丫鬟连忙去洗了手，把冰镇着的绿豆汤端过来，看着自家小姐一口口慢慢喝了，就转到身后给自家小姐按压颈椎。门帘轻轻响了响，穿一身桃红衣裳的丫鬟撩起门帘，另一个满身碧绿的丫鬟端着水进来，两人配合着给花纸净了手，拿出瓶瓶罐罐给自家小姐的手做保养。食指纤纤，指头圆润，指关节即等于没有，皮肤莹润白皙，只看这双手就知道这定然是个富贵人家养出来食指不沾阳春水的大家小姐。花纸嘴角微微向上扬起，在一片静谧声中问：怎么样？你们4个有相中的人吗？4人各做各的事，都不说话。迎春，你先说。按摩的动作顿了顿，马上又继续力度适中的按揉。婢子听小姐的，您说让婢子嫁谁，婢子就嫁谁。这个答案一点也不出花纸意料。报下你呢？正在给她手指按摩的丫鬟抬头看了一眼，低头继续忙活。婢子说了不嫁人，一辈子跟着侍候您。给另一只手按摩的念秋不用花纸问就点头附和，婢子的想法和报夏一样。剩下最后一个福东都不用再问了，他胆子小又听话，向来以3个姐姐为首是从。花纸有些无奈，两口子日子能不能过到一起去，只有你们自己才知道，不是我说谁好就行的，你们自己过了眼总好过以后日子过得不顺畅。您自己还是未嫁的姑娘呢，说的好像过来人一样。报夏嘟囔，反正婢子不嫁，您也别想把我们扔在花家，您去哪婢子就跟去啊。跟着我嫁人有什么好？沈家再好能有熟悉的花家好？我要是可以选择，倒是宁愿在花家做个老姑子。念秋挖了一坨香膏抹在花纸手背上，边笑道：夫人要是听了您这话，指定的和您哭一个。还真是，女人是水做的，这话在她娘身上能得到最充分的说明，那眼泪说来就来。柔柔弱弱样子让花纸每每看到他娘说话都小心翼翼的，生怕哪个词没用好就戳到了他娘的心肝上，他又得哄上好半天。这也是他在嫁人这一点上没有表达过一点点不愿意的原因，他娘那一关就过不去。要跟着我去沈家可以，谁给自己找好了对象我带谁，你们要是作为我的陪嫁丫鬟嫁过去，到时候我那未来相公要是看中了你们谁，你们怎么办？真就半推半就了和我做姐妹？4人立刻停下手里的动作，在花纸面前跪成一排。最稳重的迎春代替姐妹们说出他们的打算，婢子们死都不会起那个心思，只是这些年来您一直都只有婢子们几个侍候，这要是婢子们都成亲了，去过自己的小日子了，您到了沈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您不要说成亲了就带我们去，婢子信不过自个儿成了亲生了孩子，婢子怕到时候什么力气都往自家里使，哪里还能尽心侍候您？婢子们都决定了，
您成亲的时候，我们就都做妇人装扮，让沈家人都知道我们没有那个心思。想来他们府里也不差我们几个人，请小姐允了婢子们。反正不管您同不同意，婢子们都会这么做的。鲍夏眼睛发红，他们刚进府的时候才4、5岁，什么都不懂，一开口就是一嘴家乡话。是小姐把他们要到身边，给他们取名，教他们识字算术，指点他们为人处事。哪家的丫鬟有他们命好，让他们把命给小姐，他们都不会皱一下眉，离开绝对不可能。沈家也不是龙潭虎穴，花芷突然停了话头，鲍夏，去外面看看出了什么事。鲍夏起身就快步往外去，花芷又叫住他，不要和人打了照面。是。外面断断续续传来的声音让花芷心里有点不安，花家安静惯了，对这种大家族来说，反常不一定是好事。看三人还跪着，花芷示意他们起身，自个儿往门口走去。还没到门口，鲍夏就跑了进来，真的是用跑的，看他上气不接下气的模样，让迎春吞下了要训斥的话。小姐，有官差，来了好多官差。花芷心下一沉，以祖父从2品的官职，等闲官差谁敢往他花家来，怕是。听着外面的动静，花芷当机立断，鲍夏去门口看着，别露面。迎春，把我的银票剪出来一半，金条全部拿上，明面上的东西不要动。念秋、福东，你们俩把那口箱子移开，起开砖头把东西放进去，要快。是。三人本来心跳的厉害，可看到小姐这么镇定，他们也跟着稳下心绪，各自忙活。花芷无比庆幸自己就是再活一世危机感也没有丢掉，早早就在最不起眼的地方做了个暗格，地方不大，也就够放一些金银之类的，可只要把砖头放回去，外面就一点看不出来那块砖头是活动的。几人又迅速把弄乱的地方规整好，然后齐齐看向小姐，等着她下一步指示。花芷坐回软榻上伸出手，继续。三人回到自己原来的地方，只是到底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手都在微微打着颤。